时隔13年，甚至再次被一至三兄弟打得鼻青脸肿。待三兄弟走后，雷九来到地下设施，看到了倒在地上的山治，他的脸已经被揍成猪头。雷九无奈地叹了口气，这是要去见未婚妻的脸吗？只要舍进那个餐厅的人就好了，为什么要回到这个你都不想回忆的地方呢？诱惑森林，路飞再次复活，将娜美护在身后。克雷加称赞道：“不过这想挑战妈妈的人有点骨气。”后面的秃头巴姆大王和霍米茨们想要趁机溜走，路飞叫住他们，让娜美赶紧躲进巴姆大王的嘴里。克雷加的攻击再次袭来，但是路飞已经饿了，没有力气继续应战。克雷加调集饼干士兵将路飞围住，路飞动了动鼻子，闻到了被娜美用雷电烤焦了的饼干，还挺香。路飞捧起一块就要吃，结果发现奇硬无比，根本啃不动。克雷加哈哈大笑：“我的饼干是不能吃的，和普通的饼干不一样，硬度可以反弹你的攻击。”娜美一听，只要是饼干就好办了，世界上就没有路飞吃不了的东西。娜美用天后棒召唤出雨云，磅礴大雨倾泻而下，浇在饼干士兵的身上。克雷加指挥饼干士兵们进攻，一个士兵拔剑砍向路飞，结果在路飞没有使用武装扫的情况下，饼干士兵的剑砍在路飞身上，应声而碎。事情和娜美预料的一样，饼干就要配牛奶，这些饼干士兵只要沾到水就会变软。路飞舔了舔舌头，冲过去一顿机枪乱打，很轻松地将饼干士兵击碎。克雷加很愤怒，继续复活大量的饼干士兵。这时，这些饼干士兵在路飞的眼中已经不是敌人了，而是美味的零食。他跳到一个饼干士兵身上，就是一顿猛啃。这恶魔果实能力制造出来的饼干味道还不错，又脆又香。娜美在一边给路飞鼓劲儿，只要饼干士兵被吃掉了，就不会恢复了。放开肚子，使劲吃。克雷加心想：你小子挺能吃哈，那我就撑死你。他拍拍手，更多的饼干士兵凭空出现。这时，娜美召唤的雨云已经停了，天空逐渐放晴。娜美看着数量更多的饼干士兵，另一条主意出现在脑海里。娜美让路飞撤退，路飞不肯，我一定要把这些饼干全吃掉。最了解路飞的莫过于娜美了，他换了个说法：我有办法让饼干更好吃哦。路飞一听，两眼放光，乖乖的跟着娜美溜了。克雷加想着，我就看你能使出什么花招，给我追。饼干大部队紧着路飞和娜美身后，娜美和路飞将饼干大军引到了水果汁河边，路飞把饼干士兵抓过来丢进河里。这样一来，不仅饼干士兵变软了，口味也不一样了，有苹果味，有哈密瓜味，口味丰富了，更是打开了路飞的食欲。不多时，这些饼干大军全部进了路飞的肚子。这时，路飞已经撑得浑圆，宛如一个气球。克雷加召唤了更多的饼干士兵，大军布满了果汁河两边。我看你要吃到什么时候？人类是不可能这么能吃的。这小子的胃现在应该已经到极限了吧？路飞确实快到极限了，相应的不断召唤饼干士兵的克雷加体力也跟不上了。娜美再次召唤雨云降雨，这次是原味饼干，路飞加油吃啊！路飞打了一个饱嗝，吃进去的饼干差点吐出来，但他还是忍住了。只要将这些饼干都吃了，就能带回山治了吧？接下来又是一顿猛吃，路飞已经大了好几圈，克雷加也精疲力尽，饼干大军再次被攻破。克雷加又气又无奈，想我也是新世界的一架扛把子人物，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敌人，也没遇到过这种打架方式，这小子指定是有点毛病。克雷加拼尽全力再次召唤饼干士兵，我就看看你小子能吃到什么时候，撑死你这个憨批！路飞不甘示弱的回怼，我一定会全部吃光，然后见到山治的。路飞看着再次蜂拥而来的饼干士兵，觉得头疼又恶心，打碎了他们就会恢复，只能吃掉了。不过自己实在是吃不下了。路飞回过头请求娜美暂时撤退，娜美根本无视路飞，直接召唤雨云对着克雷加挑衅。我不知道你是四皇的什么人，但是路飞是将来要成为海贼王的男人，他的食量也是无限的。周围霍米斯一听大呼牛逼，虽然克雷加厉害，但是草帽的胃简直就是无底洞啊！路飞哭着喊，眼看饼干大军被大雨浇软了，路飞饱含泪水，咬咬牙，大吼一声：“等着我山治！”然后冲上去，又是一顿猛啃，肚子大的走路都要摇晃。克雷加嘲讽的大笑道：“终于到极限了吧？”娜美很肯定的回答：“怎么可能？”霍米斯简直被恐怖的娜美完全震慑住了，怎么看都到极限了呀，再吃下去就要爆炸了。路飞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放出豪言壮语：“绝对不会爆炸的，我吃的东西不可能吐出来。”克雷加提着剑冲向路飞，我就一刀扎穿你的肚子，给你解脱好了。路飞举起小拳头，猛吸一口气，接着将气顺着拳头吹进身体里，身体立刻更加肿胀起来，爆发出来的气息如同小型原子弹爆炸一样，肌肉气球4档坦克人爆石版。克雷加愣了一下，虽然身体看上去很巨大，但是这么臃肿的身体怎么可能战斗？克雷加根本不虚，冲过去就是一剑。然而长剑砍在路飞的武装刺身上，丝毫没事，反而把克雷加的手臂震得生疼。如果砍不动，那就用刺的好了。克雷加接连放出剑击大招，不过让他绝望的是，自己的招式还是伤不到路飞分毫。
而且这一剑刺过去，被路飞的稀有身体给紧紧的吸住，拔都拔不出来。克莉加慌了，赶忙召唤饼干士兵赶来帮忙。娜美举起天后棒，准备再用雨水去浇灌饼干士兵。路飞大吼一声：“娜美，不要用雨！”后面的饼干士兵让他们保持坚硬。此时，克莉加想要松开被吸住的长剑脱身，已经为时已晚。路飞直接将克莉加连同他的剑一起吸进自己肌肉里，卯足了力道瞄准坚硬的饼干大军。你要干什么？让你见识一下吃饱的力量！路飞将蓄满力气的肚子释放出去，克莉加就像是喷射出枪口的子弹一样被发射出去，狠狠撞碎了后面的饼干大军。这种力道也直接重伤到了克莉加本体。你给我滚回新世界的尽头去吧，加农炮球！克莉加一路喷射，接连撞碎无数大树、石块、建筑物，最后击穿了一个大山之后，直奔甜点之城而去。吉尔玛城堡内，雷九再次把山治带回房间，现在是时候去见大妈了。可是山治被揍成猪头脸，只要去见大妈和布林，还不得被笑掉大牙？雷九在山治的脸上贴了一层很神奇的面膜，能够暂时消肿，抑制身体的自然反应，暂时将山治的脸恢复了原样。虽然很疼，但是也总比肿着脸去见未婚妻要强吧。雷九看着呆坐在镜子前的山治，突然想起山治出手救下厨师长女孩的一幕。同为女人，雷九对弟弟很是欣赏。他随口问道：“你的骑士精神是从哪里学来的？”山治点燃烟，他才想起遥远的东海那个比父亲更像父亲的男人——哲夫老大。巴拉蒂海上餐厅，无论是服务员还是厨师，都是男人。这包括山治在内的员工团队很是不满，嚷嚷着要雇佣女厨师。哲夫老大态度坚决，绝对不能雇佣女厨师，因为自己脾气火爆，喜欢用脚踢人。如果是女员工，他无论如何也下不去脚。山治很不理解，不认识的女人踢过去就好了。哲夫大吼一声，对着山治的脑袋一顿猛踢，大骂道：“男人不可以打女人，这是从恐龙时代就定下来的规则。听好了，小矮子，作为一个人，犯多少错都没有关系。但是在男子汉道路上，如果走偏了，我就把你的蛋蛋剁下来，自己也砍头自尽。”红脚哲夫对山治的一句教导是：“可别成为我讨厌的人。”这句话让山治牢记终生，直到现在。雷九拿过山治的烟，递给他一件新衬衫。既然是以王族的身份去见大妈，当然也要穿个得体大方了。甜点之城里，大妈正在品尝美味的布丁。手下报告，三将星斯木吉已经进城了，另外一位三将星卡塔库里也马上到达。大妈满意的点点头，好久没有看到三将星聚首了。克莉加还没回来吗？属下解释道：“克莉加大人应该是带着草帽路飞的脑袋来见您的路上了。”属下刚说完这话，一声巨响从诱惑森林里飞来的克莉加重重的撞击在了大妈的城堡外墙壁上。大妈已经暗道一声：“大妈的子女们跑到城墙外，看到了倒在地上昏迷不醒、狼狈不堪的克莉加，大家懵了。堂堂将星居然被干掉了！来围观的三人分别是夏洛特家第19子奶酪大臣蒙多尔，夏洛特家第5子鲜奶油大臣欧佩拉，夏洛特家族第18女黄油大臣加雷特。哥哥是被谁干掉的？加雷特跪下身子，突然说：“我记得今早哥哥被派去诱惑森林，阻击草帽路飞。”蒙多尔大怒，那就是说这被草帽路飞干掉的。草帽路飞就在附近。蒙多尔立刻传令下去，通报全城。甜点之城拉响了戒备警报，甜点之城的居民们紧急疏散。出什么事了？克莉加大人被干掉了。诱惑森林，路飞4党泄了气，躺在地上直喘粗气。这一天把这一辈子的饼干都吃完了，以后见到饼干就得吐。一直躲在草丛里的乌奴看到克莉加被打败了，偷偷溜了出来。刚刚他以为路飞一定会输，所以偷跑了，现在赶紧回来抱大腿。娜美很是兴奋，不过刚刚的战斗多么艰辛，好在是打赢了一个干部，首战告捷。因为大妈的生命卡有如此权利，对于霍米斯来说，大妈的生命卡就是绝对的命令，因此现在就算是大妈的子女也禁止持有大妈的生命卡了。娜美十分宝贵的看着手中的这个生命卡，这个东西着实好用，只要有这个东西就可以号令所有的霍米斯，简直就像是女王权杖。乌诺靠过来表示，现在高兴还为时太早了，打败将星克莉加并不是什么值得开心的事情，反而现在他们应该着手逃命了。想当初4将星之中的斯内克被人打败，前来复仇的克莉加大军布满了整片海域，黑压压的一望无际。暴怒的大妈更是直接召唤来了暴风雨，瞬间将敌船击毁。大妈可是能操控天气的女人，大妈利用自己回魂果实能力，将灵魂注入云朵和火焰之中，拥有了2员猛将，分别是雷云宙斯和太阳普罗米修斯。利用这2个猛将，大妈可以任意操控天气，十分霸道。乌努很慌地告诉娜美，圣诺大妈是十分恐怖的，趁着打败克莉加这件事还没传到大妈耳朵里之前，还是赶紧逃命吧。我们费尽千辛万苦赶过来，可不是为了逃命。路飞突然发话，要生气就让他生气吧，我还想生气呢。山治突然留下纸条消失，理由都不说一个，多亏了布林的地图，不至于迷路。
好不容易到达这里了，贝克穆斯还丢了，说好的海岸相会，结果也没有遇见山治和布林。现在误入这个诱惑森林，还耽误了这么多时间，所以自己绝对不能逃，一定要赶在山治结婚之前见到他。乌奴懵了，你们是认真的吗？真的不逃走？路飞坚定地说道：“我是绝对不会逃走的，我一定要把山治带回来。”净世界里，正在四处寻找山治的乔巴和加洛特，终于被布雷发现，二人吓得惊声尖叫，夹着铁球一路狂奔。布雷在后面举着死神镰刀，一路小碎步，一边发出惊悚的大笑声，向二人追过去。乔巴和加洛特躲在角落里，避开了布雷，暂时喘了一口气。布雷长得实在是太吓人了，不用交手，光看到他就浑身发抖。加洛特紧张加害怕，感觉眼前好像都要出现幻觉了。突然，他精神一振，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在他们面前的镜子里，加洛特看到山治背对着他们，正在一条长廊里缓步前行。乔巴脱口而出：“山治！”镜头外的山治听到有人呼唤他的名字，停下脚步，转过身。雷九正好走过来，挡在了镜子面前。“你怕了？”山治不屑地说道。“怕个蛋！”雷九笑道。“那就赶紧走吧，去蛋糕城堡。”乔巴和加洛特仔细一琢磨，就猜到了山治要去大妈那里。看着山治越来越远的背影，二人深感无助，现在必须要通知路飞才行。二人转过身，结果惊恐地看到了像个死神一样站在后面的布雷。“你们刚刚说要通知谁呀？”乔巴和加洛特同时发出尖叫。布雷拉着又丑又吓人的脸站在二人面前。“终于找到你们了！”山治和雷九走出城堡，外面一片欢天喜地，喜气洋洋，好像过节了一样。空中飘着彩带，士兵们夹道喝彩。山治绷着脸，一点都笑不出来。门口停着一辆猫车，车上坐着自己的大仇人一至三兄弟和加治。山治忍受着巨大的厌恶感走过去，接过了山治递过来的斗篷，然后登上猫车，有着臭屁的靠过来：“你可以逃走的，反正顺便把你抓回来再揍一顿。”山治不屑地说：“就你这个战五渣！”我是谢幕君，咱们下期见。